说到糖尿病，大家呢都知道，其实它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。通常都是打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的。其实我们身边也有食物胰岛素，对稳定血糖有帮助。第一种苦瓜，苦瓜虽然有些苦，但是营养价值高。苦瓜中含有苦瓜皂苷和苦瓜素，能促进胰岛素分泌，起到平衡血糖的作用。所以没事吃点苦瓜，能辅助降血糖。第二种，洋葱，洋葱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，经常吃也有很多好处。洋葱中含有一种叫甲苯黄丁尿的物质，有很好的降血糖效果，所以多吃点洋葱也能帮助平稳血糖。第三种，秋葵，秋葵属于低糖食物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秋葵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以及黄酮类物质，能提高新陈代谢，促进胰岛素分泌，对平稳血糖也有一定帮助。另外，想要稳定血糖，还要每天坚持适量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。也可以常喝苦荞茶，也有辅助降糖的效果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降糖药是想要长寿，要先疏通经络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拉筋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可以让身体保持健康状态。动作1，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然后在后背，双手在后背，食指交叉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手掌心向下按，头部也向后仰，身体向后弯曲，最好用点力气，尽量的拉伸身体，坚持10秒，回到原位再做，每次做3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疏通肝胆经络，对提升阳气、缓解背部疼痛有很好的作用。动作2也是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从身体两侧慢慢的向头顶上伸直，手掌心朝上，同时头部向上抬，看向手掌，这样坚持10秒，再慢慢回到原位，反复做3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疏通手三阴和肝胆经络，不仅可以提高心肺功能，强健骨骼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。人上了年纪之后，可能会面临血液变粘稠、血管堵塞的问题。那血管堵塞怎么自查呢？腿脚可不会骗人，若出现2个变化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腿脚莫名的出现麻木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会出现腿脚麻木、酸痛或者是肿胀的情况。这时别大意了，很可能是血管堵塞的信号，严重的会影响正常生活，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，最好及时进行检查。腿脚经常感到冰凉，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腿脚冰凉的情况，认为是气血不足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因为血管堵塞时，血液循环会受阻，而腿脚又处在血液循环的末端，这时就容易使腿脚变凉。血管堵塞是长年累月的，所以大家要提早做好预防工作，养成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保护血管健康。堵塞的人睡醒后一般有3个表现，若都没有，血管还算健康。睡醒后视力模糊，如果血管出现堵塞，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。如果养分不能够及时的供给视神经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。睡醒后身体疲惫，脑袋昏沉，血管堵塞也会影响大脑的供血。如果大脑供血不足，睡醒后就会感觉身体很疲惫，脑袋昏昏沉沉的。睡醒后手脚冰凉麻木，我们的四肢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如果血管堵塞，流到手脚的血液变慢，就可能会出现手脚冰凉和麻木的情况。那上面这3种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，说明血管还算不错。堵塞的人晚上睡觉会有3个表现，若都没有，血管还不算太堵。1. 睡觉时流口水，如果发现自己在晚上睡觉时总是一侧流口水，就可能是在提醒你血管堵塞了。2. 睡觉时胸闷胸痛，如果心脏血管堵塞，那么睡觉时可能会出现胸闷气短、胸痛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留意。3. 睡觉时脚发凉，血管堵塞会影响下肢的血液循环，那这样睡觉时呢就会有脚发凉、发麻的情况，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也不要忽视了。俗话说血管好人长寿，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血管都是有弹性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会逐渐的变硬变老，出现堵塞的情况。如果想要知道自己血管好不好，可以抬手试试。
先将我们的左手抬起来，抬到心脏的高度，坚持一会儿，然后观察一下手指的颜色。如果手指是鲜红色，那么血管还算不错；但如果手指出现暗红色或者是有发青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管不好的表现了。主要呢是因为手指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如果血管出现堵塞，血液流通不畅，手指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液，手指颜色就发生了变化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大家就该留神了，最好到医院进行检查。年轻的时候，血管都是干净有弹性的，但是呢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里会出现垃圾，血管也会老化变硬，出现血栓，对健康有很大影响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血管通畅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拿一把椅子，坐在椅子上，双脚踩地，双腿并拢，先将双脚脚后跟抬起，这样一抬一落反复做，然后再把脚尖抬起来，用力的绷紧脚趾，停留3秒，再慢慢的放下，也是反复的做。那这个动作每天早晚做1次，每次5到10分钟，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对清理血液垃圾、减少血栓有帮助。不过呀，如果能再搭配食疗，多吃一些清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山楂、木耳等，对疏通血管效果会更好。说到血栓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，血栓通俗点说呀，就是血块。血管哪里出现血栓，哪里就会堵塞，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平时呢，要多注意清血管，防血栓。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动作。平躺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腿自然伸直，双手叠放在腹部，然后用力的勾脚尖儿，坚持10秒，再用力的绷脚背，也是坚持10秒，这样勾一下绷一下，每天反复的做5分钟。大家做的时候要做到最大的幅度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踝关节，增加下肢的血液循环，对清理血管、预防血栓有很大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大家呢还可以配合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玉米啊、山楂啊、坚果类等，对血管健康都有帮助哦。高不高，不妨看看脚，若没有2种变化，说明血糖还算平稳。第一，脚部反应变迟钝。如果体内血糖高了，神经系统可能会受到影响。若是脚部神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有脚部反应迟钝的情况出现。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变化。第二，脚部无缘无故发麻。双脚处于我们血液循环的末端，如果血糖高的话，会影响血液循环，这样就可能会有脚部发麻的情况。若你双脚总是无缘无故的发麻，就要小心了。那上面的这2种变化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控制的还不错。生活是越来越好了，啥吃的都有，但俗话说病从口入，不好的饮食习惯使得很多人血糖升高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怎么判断自己血糖高不高呢？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，若没有3个变化，血糖还算稳定。1. 手部异常红肿。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会影响身体血液循环，血液循环变慢，双手不能够及时的得到血液和氧气，就可能会出现红肿。2. 手指异常发麻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手指被压到了，可能会发麻，但如果无缘无故发麻，那么就可能是血糖高，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所引起的手指发麻。3. 手指伤口不爱愈合。血糖高容易引起血管病变，身体免疫力下降，那这样就可能会出现手指伤口不爱愈合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。大家都知道，血糖高的人应该少吃甜食，但生活中有一些食物虽然吃起来没有甜味儿，却是含糖大户，那血糖高的人要少吃。第一种，膨化食品。虽然膨化食品添加的糖类物质比较少，但是含有的淀粉很多。淀粉在体内会被分解成麦芽糖，而且能够快速的被人体吸收，这样就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，并且膨化食品热量比较高，吃多了容易发胖，也不利于血糖稳定。第二种，山楂。山楂吃起来比较酸，但是却含有很高的糖分，尤其一些山楂制品会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大量的糖，这样糖分就更高了，如果吃了也会使血糖升高。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那就是苦荞。苦荞属于粗粮，并且营养丰富，
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黄酮物质，能够加速糖类代谢，刺激胰岛细胞活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有助控制血糖。得了，就报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